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拍的差不多了。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？什么样的？快说说，我很好奇。想象一下，你看到朋友在厨房，他可能在做饭或者烘焙。他使劲拍着面团，突然对你说：“拍的差不多了，是这样吗？”对，我当时心里想，拍什么照片？哈哈哈，我懂你，是不是很意外？是啊，这个拍子用途真广。是的，和我们想的拍照不同。这里的拍是手掌的动作，像拍拍手或者拍拍肩膀那样。对，他是在说面团揉的差不多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个有趣误会。很多词都有不同的用法，对吧？是啊，差不多了也是常用语。你觉得差不多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快要好了的意思。没错，非常接近完成，但还没完。好像你准备出门，鞋子穿好了。你就可以说我差不多了。对，就差最后一步，比如拿包。这种表达在生活中很常见呢。不管是工作还是玩乐，都用得到。比如摄影师拍照也会说这个。灯光调好了，角度也找好了。他会说今天拍的差不多了。这时候的拍就是拍照的拍。对，语境不同，意思就不同。所以要仔细听，也要看具体情况。你有没有被差不多了骗过？哈哈，有啊，尤其是我男朋友。他是不是说快好了，结果还要等？对啊，他说马上就好，结果等了半小时还没动静。简直是差不多的最高境界。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吧？也许是一种时间观念的弹性。确实，每个人理解不太一样。但总的来说，是快接近尾声了。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，表示完成。也可能意味着还有一些小细节。但大部分都已完成，不用太担心。对，心里有个预期，准备收尾。比如我写作业，写到最后几句，你会说，我写的差不多了。没错，这让人感觉任务快结束，给人一种期待，很快就能休息。这个词真的非常实用，而且有趣。今天的分享真不错，又学到很多。希望大家能灵活运用这个词，让你的中文交流更顺畅哦。哇，说得太好了，的确很有用。是啊，这个词简直万能。对，它还能表示大约、大概。比如差不多下午3点到。这样意思就更灵活了。你说的对，不只是事情完成度。我记得有次我做饭，问朋友，你是不是问饭熟了差不多了吗？哈哈，差不多。我说汤快好了。朋友一听，马上就准备开吃了。结果又等了5分钟才真正开饭。那就是差不多的时间弹性。没错，给对方一个心理准备期。还能避免直接的肯定或否定。有时想婉拒，也会用差不多了。比如我的假期差不多结束了，
潜台词是不好意思，我得走了。这是一种很含蓄的表达方式。中国人好像挺喜欢这种表达的。对，显得更有礼貌，也留有余地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很重要。这次在工作里也特别常见。比如老板问进度，你说差不多了，但心里可能还剩20%。哈哈，这简直是职场智慧。我有一次出差，航班延误了。然后呢？肯定有人问快到了吗？空姐说快差不多了，请稍等。哇，这真是官方版本的差不多。他没说具体时间，只给个安慰。太妙了，让人觉得有希望，又不急。这就体现了语言的艺术和智慧。你有没有碰到过有人说差不多，但你觉得明明还差很远的情况？哎呀，有。我朋友说他收拾好了。结果呢？你去了他家发现什么？他只是把大件东西归位了而已。小件的可能还散落在各处吧。哈哈哈，简直一模一样。这种差不多就是一种心理安慰。对自己也对别人，挺有趣的。他还经常和就一起用，比如差不多就行。那意思是说可以了，别太纠结。对，带着一种包容和随性。这种用法真的很有中国特色。下次我们聊聊差不多和快要的区别。哦，那肯定更深入，期待。还有它在不同语境下的细微变化。真是学无止境啊，很有意思。今天的分享差不多要结束了。哎呀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是啊，聊着聊着就忘了。不过，我想到一个新角度。哦，快说说看是什么角度？差不多有时候是委婉拒绝。比如呢？你遇到过这种吗？有啊，我朋友叫我帮他搬家。他怎么说差不多了？他说你来帮忙，差不多就行。哈哈哈，这句话听着很有意思。我当时就感觉他不是特别需要。是想表达可有可无吗？对，就像在说我不是非你不可。这比直接说不用了好听多了。是啊，避免了尴尬和直接冲突。这种差不多真是门艺术。你觉得外国人能分清这种微妙吗？哈哈哈，可能需要多练习。毕竟语境和语气很重要。没错，中文的魅力就在这里。还有一次，我点菜也遇到过。哦，点菜也能用差不多。我问服务员菜量大不大，他说差不多够2个人吃。那就是说可能不够。哈哈，结果真不够，我又加了。所以差不多有时要反着听。对，尤其涉及具体数量时。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保守表达。他们不喜欢把话说太满太绝对，留有余地，给自己也给别人。这一点在北方尤其常见。哇，还有地域差异吗？南方人可能会更直接些。原来差不多这么有深度。我觉得它还代表一种平衡哲学。平衡？你指的是哪方面平衡？
不求完美，但求适度和谐。这跟中庸之道有点像。没错，非常注重整体感受。不执着于细枝末节的完美。我有个朋友做设计，总喜欢用它。设计师也用差不多。他说这个设计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那是说他不想再改了吗？言下之意是我的极限了。哈哈哈，这种用法听起来太狡猾了。是啊，下次你再遇到这种老板，我可要好好琢磨琢磨了。不过在商务谈判中，它可能更复杂。哦，具体怎么个复杂法？因为差不多会变得很模糊。到底能模糊到什么程度？比如谈价格，对方说差不多，那是说他可以接受了吗？不一定，他可能还在考虑呢。哇，这太考验人的耐心了。有时是想给自己留一些余地。留余地，具体应该怎么理解？比如让步空间，他不会说死哦。我有次合作，就因为这吃了亏。哦，快说说看，怎么回事啊？对方说项目进度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？是工程延期了吗？结果晚了1周，影响了后续。哎呀，真是个语言小陷阱啊！从那以后，我都会好好追问的。明确具体的数字真的很重要。对，中国人有时爱说个大概。这跟西方思维习惯很不同啊。西方更强调精准和兑现承诺。那在日常生活里面是怎样的？比如做饭，差不多好了就行。我妈妈就爱说盐差不多了。哈哈哈，那味道全靠经验。是的，一种感觉，而不是定量。你说，这种随意的生活态度，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人生选择？可能是好是坏，都有那个可能。比如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呢？不太计较，大家就会更放松。这也是一种互相包容的态度。如果事事都求极致的完美，那会活得很累、很疲惫吧？没错，我的强迫症朋友就是。他一定理解不了差不多的。他连标点符号都得数的清楚。哈哈哈，这倒是个有趣的反例。差不多有时还指时间的。比如快到预定时间了。中国人对时间弹性是更大的。偶尔会让人等了很久很久。我有次约会就迟到了很久。你该不会说我差不多要到了？被你猜中了，哈哈，有点尴尬。但在正式场合一定得准时。所以关键看场合和具体对象。这词真是充满了东方的智慧啊。不过，如果有人说你人差不多了，哇，那意思可就非常深远了。没错，像是暗示你该收敛了。或者说你快要没救了，哈哈。听起来有点残酷，但很到位。所以千万别随便对人说这句。哈哈哈，这会让人心头一颤。对啊，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。我还听过一种差不多用法。哦，是什么样的？快说说看。比如形容一个人工作马虎。
哎呀，你做的差不多就行了。是的，表示态度不认真。这种差不多就是敷衍了事，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宽容感。所以理解语境非常关键呢。确实，要看说话人的语气。有次我朋友搬家，叫我帮忙，他是不是也说了差不多？他说东西差不多都收好了，结果你去了，发现还乱糟糟。乃是乱糟糟，简直是刚开始。哈哈哈，这太符合差不多了。我白跑一趟，累得够呛呢。这说明中国人习惯先说轻松的。避免直接给人太大压力。确实，这也是一种委婉表达。你觉得像这种情况，大家会怎么看？我觉得有利有弊，看具体情况。是啊，有时为了和谐，大家会用，但有时也会造成一些误解呢。比如领导说这个方案差不多，那你觉得是 OK 还是需要修改？肯定还要再改，不能当真完成。这就体现了职场上的潜规则了。对，表面差不多，实际差很多。哈哈，这才是差不多的精髓。这还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达。有时是避免争执，有时是鼓励。鼓励大家继续努力，别松懈。我上次就误解了一个差不多。哦，具体说说看，很有趣的样子。我妈说她晚餐差不多做好了。你是不是以为马上就能吃了？对啊，结果是刚开始洗菜呢。哈哈哈，妈妈的差不多。所以，不同人不同场景都不同。这种灵活性真是中文的魅力，但也带来了很多理解的挑战。确实，下次我们再聊聊更难的。比如，如何判断差不多的程度？这确实是中文学习的难点，需要多听多练才能体会。关键是理解说话人的意图。对，结合语境和对方的表情。就像你妈妈说的，差不多。那真是典型的生活案例了。所以要学会察言观色才行。还有地域文化也会有影响。南方北方可能用法不同。听上去真是门艺术呢。是啊，要多加揣摩才行。我觉得差不多也很有趣。它能让人保持一点期待。对，留有想象的空间。不会把话说得太死板。有点弹性，非常灵活。这种表达很符合生活。毕竟很多事没有绝对。世界并非非黑即白。学会接受这种模糊性，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吧。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。比如你今天的工作进展。哈哈，也差不多完成了。那你说的差不多是？就是9成9的意思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很高了。说明我对结果有把握。那就是很积极的差不多。所以，好坏全靠语境。真是个微妙的词语啊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今天聊得非常开心。
咱们今天深入探讨了对差不多的理解。它真是太考验人了。既简单又富有智慧，让我们对中文又多了一分认识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呢？在日常生活中，你遇到过哪些让你困惑的差不多？或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。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。下次我们再聊聊另一个词，比如随便背后的文化，它也有很多层含义呢。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